我作为人类交换生进入妖怪学院的第一天，就引起了全校轰动。一路上，我的妖怪同学们纷纷偷看我，有的到我面前做自我介绍，有的找我要签名，有的偷偷碰一下我，还有的神秘兮兮地问我：“听说你们人类闲来无事会炖鲲鹏吃，一锅都炖不下，是真的吗？”我就也没有。他兴致勃勃：“那可以吃几餐呢？”我努力回想，刚想说我也没吃过。班主任是个漂亮姐姐，原型是只青鸟。进班之前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：“我是第一次看见活的人类，可以和你合个影吗？”好的。合影之后，班主任领我进教室，让我给大家做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夏玲。我写了个名字，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只能努力微笑。台下响起了万分热烈的掌声。班主任叮嘱大家与我好好相处。我低头默默地走下了讲台。四海学院里的学生是全妖界最厉害的一批，威压很重，黑压压的一片都盯着我看。不过他们平时不是基本都很爱逃课吗？为什么今天都在？我心想，不会都是来看我的吧？怎么说呢，有点崩溃。我在教室里找了一圈，最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。这位置在教室角落，只坐了一个人，以他为圆心，半径5米内都是空荡荡的，看上去很像是被孤立了。重要的是，这位被孤立的同学一直没有抬头看我，而是低头在看书，看上去是个好学生。他一身黑衣，额上系了一根发带，坐得笔直。他的侧脸非常好看，虽然面无表情，眉眼还带着一股凶厉的煞气，但肤若白玉，五官英俊，轮廓灵俏，一双漆黑的眼眸宛如结了霜，没有任何情绪。同学，我可以坐这里吗？他终于抬头看了我一眼，那双冷漠的眼眸稍微浮现了一点疑惑，然后他言简意赅地回答：“随你。”相当清越的声线，悦耳动听。我没有注意到周围同学惊恐万状的眼神和班主任欲言又止的表情，对他笑了一下，然后开心地坐下了。一路以来，面对的都是那种看珍稀动物的目光。终于遇到一个没什么反应的同学了，真好。我们家有祖训，一直教导我不要以貌取人。虽然外表看上去很冷酷，但这位同学应该是个好妖怪。我这次来四海学院是带着任务而来，就是不知道我的新同桌符不符合要求。妖界和人界隔绝这么久，现在两边都正处于高速发展期，正是急需交流的时候。这次四海学院好不容易找人界要到一个交换生的名额，我承载了人妖友好交流协会全部的希望，一定要多签约几个靠谱的妖界毕业生。来之前，家里人叮嘱了我良多，比如学院里有门派之争，食草类妖怪天性温和，可以多争取。比如瑞兽神通广大，最好能找来一个同学签订终生契约。比如听说飞禽的有些同学早就想要来人界出道了，要多留意一下那些孔雀鹦鹉之类的。再比如四海学院有几个威名赫赫的存在，别的也就罢了，有一只妖怪是绝对不可以惹的，它叫裴姑，是天生的凶兽，冷酷无情，残暴嗜血，杀妖如麻。在四海学院里没有人能管束它，它就是恶魔般的存在，曾经生吃了3个班的同学，一经出现血流成河。总之就是别的同学都可以接触，唯独这个裴姑绝对不能认识他。为了避开裴姑，妈妈还找到了四海学院的校长，把我调到了一个离他最远的班级。我虽然也把他们的话听进去了，但总觉得这个描述有些夸张，毕竟生吃了3个班的同学听起来也太不靠谱了。我这么漫无目的的走神，却还是有些好奇，打算下课就去和新同桌交流一下，问他知不知道那个叫裴姑的妖怪。青鸟老师教的是各界语言，他写的一手好字，就是我有一点点近视，坐在后面看不太清，于是我凑近了一点，小声问新同桌：“你在记笔记吗？”他没有说话，能不能给我看看？我声音更轻了，我看不清。看上去凶得像下一秒就要择人而噬的新同桌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把他的书往我这边推了一点。谢谢哦，美滋滋的抄完了同桌的笔记，终于到下课了。我刚想问新同桌的名字，就看见讲台上的青鸟老师面露犹豫，慢慢吞吞地走了过来。他俏美的脸颊一片苍白，露出一副想哭又要硬忍着的表情。那个裴同学，你上次给我的作业我已经批改完了。新同桌没说话，就进步非常大。青鸟老师的手颤抖着，声音也颤抖着。你下次还要给我看吗？新同桌垂下眼，不用。青鸟老师如释重负，好好的。说完，他还一直对我使眼色，但我没明白那是什么意思，只能用疑问的目光看向他。是让我认识新同桌的意思吗？我猜测着，面露茫然。说起来，为什么老师看上去这么害怕？不就是改个作业吗？不过新同桌也姓裴，说不定真的认识裴姑。我决定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，于是对新同桌露出一个笑容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们以后还能一起做同桌吗？他淡淡的看着我。裴姑，空气仿佛凝固了几秒。我有些疑惑，我们学院还有同名的学生吗？青鸟老师此时已经瑟瑟发抖，声音宛如杜鹃泣血。没有的，我们学院只有一个。他说不下去了，但最后那2个字不用想都知道是裴姑。我终于反应过来，也就是说，我的新同桌就是那位赫赫有名，到哪里尸横遍野的凶兽裴姑。我缓慢地眨了眨眼。哇哦，我一向迟钝，反应总比别人慢半拍。家里人还曾叹息过，说我被别人卖了，估计都要等被救出来才能开始害怕。
但我好像也没怎么害怕过，情绪慢吞吞的，经常会在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比如现在。裴姑和我想象中长得不太一样，家里人说她青面獠牙，三头六臂，凶神恶煞，貌若恶鬼，但她明明长得挺好看的。我低头又看向裴姑手里那本笔记写得整齐干净的书，而且字也写得挺好看，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是个粗蛮的妖怪。憋了半天，我才想到不对劲的地方。你是这个班的学生吗？妈妈不是把我调到离她最远的班级了吗？她看上去更困惑了，眉宇微皱，眼眸垂下，连一直冷漠凶厉的表情都出现了些许的波动。沉默了几秒，裴姑才对我说：“不是。”然后她又解释了一句，我来旁听。我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他不是以吃妖杀人为乐的顶级凶兽吗？为什么不仅来旁听课程记笔记，还主动做作业让老师批改？早就听说妖界学习了人界的教育制度，难道凶兽都要通过内卷来竞争上岗了？我还在胡思乱想，裴姑就已经站起身，默不作声地转身离开了。我身边脸色苍白的青鸟老师如梦大赦，几乎站都站不稳，整个人软在我身侧，大口呼吸着。我连忙扶住他，老师您还好吧？没事没事。青鸟老师摇摇头，他已经走了，就没事了。我不解，那真的是裴姑吗？千真万确。青鸟老师语气笃定。回忆起老师对我使的眼色，我更不解了。您刚刚想和我说什么？是不方便当着他的面说吗？我才想问你。青鸟老师看上去情绪激动，语速都变快了。你怎么选到这个座位了？我刚看到的时候都快吓死了。我刚想回答青鸟老师，却又叹了口气。算了，反正他下节课也不会来了。他为什么要来旁听啊？那当然是因为青鸟老师愣了愣，却没说完，只是看向我。你来之前，家里人应该和你说过裴姑吧？我点点头，诚实地说过，说他是全学院最可怕的凶兽。对呀，青鸟老师立马产生了共鸣。所以凶兽要做什么，我们都不需要探究，只需要知道不要去惹他就好了。那倒也没有。青鸟老师愣住了，但他身上的气息太可怕了，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从来不敢惹他。气息？我还想问什么，那些刚刚还安安静静待在座位上的同学们就围了过来。裴姑的气息太吓人了，现在才散掉啊！我刚刚一动都不敢动来着。说起来，新同学是人类吧？听说人类连鲲鹏都吃的，那肯定也不会怕裴姑。哇，真的吗？但鲲鹏没有，裴姑吓人啊！争论一番后，有同学充满求知欲地问我：“你看到裴姑会有食欲吗？”人类也不是什么都吃。一个身姿纤细、黑发还挑染了一抹红色的妹子拍着胸脯，我刚刚还想看你打算坐哪里，结果一回头就看见裴姑也在，一口气差点没上来。这么夸张吗？他们丹顶鹤就是这样的。另一个长了一双蓝眼睛的白发男生笑得非常开朗，热情地介绍：脖子太长了，一口气没吸上来就会窒息。他不由自主往我身侧凑了凑。听说你这次来是准备招生就业的，你看我这样的，能不能和你签订契约？妖怪在人界受到的约束非常多，只有签约工作才被准许进入人界，而签订终生契约能够得到基本等同于人类的权利和自由。人类的一生比起妖怪非常短暂，终生契约给予妖怪的束缚只有几十年，带来的福利却足够延续几百年，甚至上千年。因此，几乎所有的妖怪都对这个契约无比渴望。只是这件事家里应该是保密的，他们怎么会知道？你是不是在想我是怎么知道的？白发男生笑眯眯地说：“谛听告诉我的。”少来！另一个头上长角的妹子把白发男生的头垂到一边，明明就是你窃听了谛听的梦话，而且你哪来的诚意签订终生契约？你上次还放狠话说要找人类给你当做棋。说完，独角妹子也凑过来对我露齿一笑，声音柔情似水：“我是天马一族的长公主，你和我签订契约，我可以当你的坐骑。”白发男生恼羞成怒：“那是我月圆时头昏脑胀乱说的。天马，凡事有先来后到吧。”那也轮不到你这诡计多端的白狼。又有一个一头彩发的男生推搡着进来了。那个我呢，是锦鲤一族的妖怪，我们锦鲤性情友善，所以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班上同学吵作一团，我不知所措，只能用求助的目光看向青鸟老师。青鸟老师，大家不要再吵了，毫无作用。青鸟老师，大家不要吓到新同学了，无事发生。青鸟老师，呵呵，大家安静，无人在意。我和青鸟老师面面相觑，青鸟老师只好拉过我小声解释，其实现在这个班级是重组的，很多同学我都不认识，他们也不听我的。我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重组的是这样。青鸟老师尴尬地笑了笑，你要来学院签订契约的事不小心被谛听在梦话里说出来了，大家就都想争取这个机会，所以你转来的这个班级，班上同学的名额都是抢来的。我听得莫名紧张，是打架抢来的吗？不是。青鸟老师吞吞吐吐半天，各大家族拍卖来的。你也知道，我们这是公办学校，妖界的教育批款又特别慢，经常拖欠的几十年，所以我们平常也是需要一些进账的。
我沉默。青鸟老师沉默。青鸟老师对上我的目光，整个人一抖，然后又开始信誓旦旦的保证，但你放心，虽然是拍卖来的，但是这些学生都是校长亲自筛选过的，绝对没有那种不好相处的同学，而且那些凶手也都被剔除了拍卖资格的。其实夏琳，我的话还没说完，门外忽然传来一道有些熟悉的声音，而整个热闹的教室从这一声开始鸦雀无声，如冰冻结。教室门口站着一个长身玉立的青年，一身黑衣，额上系带，冷漠孤立，眉眼如堆霜泣血，有种冷入骨髓的凶煞之气。刚刚离开的裴姑又回来了，他漆黑的眼眸盯着我，好似在思考措辞。下一刻，清冽的声音响起：“有人找你。”身边的青鸟老师又开始瑟瑟发抖，嘻嘻哈哈的白狼笑容僵硬，丹顶鹤同学小心地缩起脖子，独角妹子的脚都软了下来，大家都噤若寒蝉，我却只想到了一件事，原来他记住了我叫什么。我哦了一声，就自然地往他走去，刚走一步，害怕的青鸟老师却搭住我的肩膀，声音飘忽，看上去害怕的快哭了。你不要害怕，学院里和你身上都有禁制，他应该伤不了你的。我刚想说我没有害怕，就看见裴姑转身走出了教室，我只得对着青鸟老师笑了一下，然后匆匆跟了上去。裴姑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先行离开，她在教室外等我，垂着眼站得笔直。见我出来了，她动作一顿就继续往外走去，不忘回头看我一眼，跟着我快步跟上她，然后和她并肩往前走，侧头和她打招呼：“裴姑同学。”裴姑也侧头看了我一眼，她长得真好看，下颌线分明，凛冽却英俊。我卡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，是谁找我呀？裴姑又转过眼，校长，四海学院很大，毕竟妖怪喜欢的生存环境都不一样，除了仿照人界建造却大了数倍的室内教学楼，这里有山有湖，有草原和沙漠，甚至还有一小片用法力借来的海。我不知道校长的原型是什么，于是又问道：“校长在哪里？”裴姑，天山之巅。天山之巅这名字让我有些茫然，刚想再问，裴姑就遥遥指了指远处，隐藏在缭绕云雾里，几乎看不到有多高的一座山，那里看上去徒步过去起码要1天1夜，更别提上山了。开学第一天我就要体验攀登喜马拉雅山的感觉吗？裴姑大概也想到了这个问题，顿住了，转过身看向我，我从她那双眼睛里依稀读出了一些犹豫，接着她抿了抿唇，突然自言自语般说了一句：“你是人类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是啊。她望了望天山之巅，又看了看我，和我僵持在了原地。我见她还是面无表情，于是主动问道：“如果我要上去，是不是不太容易啊？”显而易见就很困难。沉默几秒，裴姑说：“我去找青鸟老师。”说完，她转身就走。我想到青鸟老师见到裴姑时花容失色的模样，想都没想，伸手拉住了裴姑的手腕。奇怪，触碰到她皮肤的时候，我感觉到了一种很玄妙的力量，暖洋洋的熨帖着我，很舒服。但我没来得及在意这种感觉，只是诚恳地看着她：“你不能带我上去吗？”裴姑看上去欲言又止，点漆般的眼眸紧紧盯着我，握住她的手，好像还有点茫然。“你带我上去吧。”我见状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松开了手，换了个话题：“你会飞吗？我还没飞过呢。”她僵硬地点了点头。我好奇极了，你是会腾云驾雾吗？还是长翅膀？又或者是直接用法力呢？如他们一样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妖怪，对于他们的生活习性我都不太了解。裴姑又犹豫了一下，声音冷冽：“都会。”我睁大眼睛，不由自主地赞叹道：“都会，你好厉害啊！”他移开目光，表情好像没有太多变化，但我发现他隐藏在黑发里的耳朵隐隐有些发红，声音也变闷了：“没有。”我怀疑自己看错了，还想靠近看得仔细一点。裴姑好像已经不想听我多说，拉住我直接飞向天山之巅。她没有露出翅膀，但是给我召唤了一团云朵。我弯下身去揪了揪洁白无瑕的云朵，是凉丝丝的柔软触感。我眼睛发亮，忍不住把那一小团棉花糖般的云朵捧给她看。我都没有摸过云谢谢你，裴姑同学。裴姑低头看我，眼底那种熟悉的疑惑又浮现了出来，可她最后什么也没问。凶兽就是不一样，飞行速度很快，我们很快就抵达了天山之巅，一个山顶与山顶之间的谷地。这里海拔极高，但大概是施加了法力，气温很适宜，温暖而湿润。谷地生长了许多花花草草，中央有一潭正冒着热气的温泉，旁边还有一栋小小的屋子，看上去就像一个另类的人间仙境。你们来了！我听到一道清润的嗓音在我身后响起，如清泉般温柔悦耳。一转头，我就看到了一个眉目秀逸俊雅的年轻男子，他穿着一身雪白的长袍，眉目如画，笑容温润，压压长发披散在肩膀上，有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。裴姑行了一个礼：“校长，这就是校长吗？”虽然有些惊讶，但我还是学着裴姑对他行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礼：“校长好。”校长温声说道：“你们比我想象中来的要快一些。”他看了眼裴姑，我原本以为你会让其他同学带他上来，我怕校长责备裴姑，于是紧张的解释：“是我问他可不可以带我上来的。”裴姑一顿，又侧头看我。校长怔了怔，旋即又笑了。看来你们相处得很好，这反应出乎意料，让我有些惊讶。校长好像和学院里的其他老师同学不一样，没有对裴姑避之不及，甚至还隐隐透着一股亲昵。其实这次喊你来也没有别的事情，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你家里交代的事情。校长沉吟片刻，小夏。叮铃铃，一道清脆的声音突兀响起，打断了校长的话。
我茫然地看向校长，却见他一脸恍然，然后从容不迫地按掉了身后的一个闹钟，顺便拿出了一个保温杯。他打开保温杯，杯子里的液体浮沉着枸杞、红枣和餐片。12点了，到了该养生的时候了。稍等，校长对我温和地笑了笑。年纪大了，容易忘事，要这么提醒自己。校长不紧不慢地开始养生。我退后2步，拉了拉裴姑的衣角，小声问他：“校长原型是什么啊？是可以说的吗？”裴姑沉默几秒，天山雪莲啊，这也确实很像。我倒是没感到意外，但还是觉得面前的一幕有点诡异。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温暖啊？校长怕冷吗？裴姑这次沉默得更久，半晌她说道：“她去人界学的温室养殖。”啥？我怀疑自己听错了。校长却已经喝完了那杯养生水，自然地对我招了招手：“进来吧，小夏，我们到大棚里慢慢说。”裴姑，这次还是麻烦你了。我没反应过来，到哪里慢慢说？裴姑这次答得很快。大棚，我抬头看了眼那栋小小的屋子，欲言又止，还是跟着校长进去了。这次裴姑没有进来，但门也没关。我回头看见她已经走到这片谷地别的地方去了。你不怕裴姑吗？校长若有所思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。我愣了愣，转过身诚实地说：“我觉得他不可怕。”校长看上去有些惊讶，这我倒是没想到。您不是也不怕吗？我不一样。校长笑眯眯地说：“我是草裴姑，不吃草。”我就蛮有道理的。你这次来需要签订终生契约，要和各个妖怪打交道，但毕竟这里是妖界，也不算太安全。校长从善如流地换了个话题。其实我早就想着要派个同学保护你，原先就觉得裴姑比较合适，现在你既然不怕他，那要不就选他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是不是有些不好？倒不是怕裴姑伤害我，我只是觉得他是个努力上进的同学，让他花时间保护着我，有些耽误他。这有什么不好的？校长自然地说：“你是怕裴姑不同意吗？”他不会的。我茫然，为什么？裴姑看起来凶了点，实际上脾气很好。校长赞叹道：“而且他身上的凶煞之气对驱虫有奇效，所以我每天中午都让他来我这里散散步，比除虫药好用多了。”啥？原来校长说的麻烦你了，是让裴姑来散步驱虫吗？我还在恍惚，校长却叹了口气：“你的情况你也清楚，你已经进入觉醒期，体内的封印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吧？”我沉默不语。来妖界的交换生都是从特殊家族里选择的年轻一代，要么具备奇特血脉，要么拥有特殊能力。而我之所以能拿到这个名额，和我体内的一道封印有关。我的体内封印着一把剑，从出生起，这把剑就被封在我体内。当我越长越大，这把剑的力量也会越来越强，持续外泄，控制不好就会伤及他人。我不确定能否控制这把剑，所以必须要来到妖界寻找契约妖怪，以他的力量帮助我控制封印。这个过程将持续终生，所以这个妖怪必须一直陪伴我。温和稳重的力量具有保护和抚慰作用的，忠诚又可靠的瑞兽，这是家里人为我定的目标画像。其实你家里人一直叮嘱我不要让你靠近裴姑。校长沉吟，但其实我觉得倒没有那么夸张。裴姑身上的血脉对压制你的力量有奇效，你又不怕她，真是非常合适的选择。我睁大了眼睛压制，我从没见过什么血脉能压制我体内的那把剑，但校长不至于拿这种事情来哄骗我。所以裴姑的原型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嘛，校长又笑了，你自己问他。说完，他对着门外喊了一声：“裴姑！”我的身边忽然掠来一阵清风，我侧过脸，看着忽然出现在面前的青年，他身姿如竹，轮廓冷峻，浑身有种难言的凶戾之气，一双眼睛却如霜雪般干净，黑白分明。裴姑啊！校长拍了拍裴姑的肩膀，你大概也能感觉到她身上那股外泄的气息。小夏这段时间在学校就由你保护她，怎么样？裴姑愣了一下，我也愣了一下。等一下，随即他看向我，神色里带了一些怔愣，大概是看见我也是没有反应过来的表情。裴姑的表情又沉寂下来，低下头。你这孩子，校长仿佛知道他要说什么，嗓音和蔼，小夏自己愿意的。我想说，其实还没商量好，可看了看裴姑的表情，又想到大家都对她避之不及的画面，顿时就说不出话来了。虽然也不是自愿的，但肯定也没有不愿意，怎么说都不对。我索性也直接问了，你愿意吗？会耽误你的时间吗？他低头看我，我也抬眼看着他，手背在身后，规规矩矩地抿着嘴笑，就像站在长辈面前卖乖的小孩子，努力表达我的友善。可惜他只看了一眼，就反应极大的别过脸，声音也闷闷的无视。这件事就这样草率地定下来了。校长又叮嘱了我几句接下来的事宜，你要签订终生契约的事已经传开了，但没关系，学院里的瑞兽和符合条件的妖怪，我已经让教导主任吩咐过了，接下来他们会依次在相亲角和你见面，你每天中午12点去打个卡就好了。说完，校长递了几朵雪莲给我，满意的你就给他们一片花瓣，就相当于你们人类宫斗剧里的流牌。啥？校长还看宫斗剧的吗？我们每年期末都有新年晚会，今年正好还给你增加了一个比武招亲。校长顿了顿，不是比武招妖的环节，花瓣为报名依据。我承诺听上去武侠言情剧，校长也看。离开校长的温室大棚，裴姑又给我召唤了一团云，带我返回教学楼。回去的路上一片沉默，我悄悄看着他，苦恼该怎么和他搭话。
其实学院很安全，毕竟妖界现在已经通过了妖法典，随意伤人是要被抓去蹲大牢做苦力的。我知道校长是怕我力量失控，但这样就要陪姑这样的妖怪一天到晚保护我，未免也太大材小用了。我酝酿了半天，最后只能问出了人界最朴实的一句话：那个陪姑同学，你吃了吗？陪姑沉默不语，我马上意识到自己问了个蠢问题，就是我刚刚进大棚的时候，你有在外面吃东西吗？陪姑没有，我立刻回过神，对哦，你在驱虫。陪姑继续沉默，我好像不太适合说话，可意料之外的，陪姑居然在沉默片刻后又说道，我不吃虫啊，这其实就是我也没有说你一边驱虫一边开小灶的意思。我重振旗鼓，那你饿了吗？陪姑摇头，再度冷场。我绞尽脑汁，你平时吃什么？陪姑看了我一眼，我不吃人。顿了顿，他又迟疑着说，不要怕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怕啊。我连忙解释道，我知道你不吃人的，毕竟现在妖怪吃人都要被判刑的。据我所知，有犯罪记录的妖怪可不能进入四海学院读书。传闻说他吃妖怪，我还信吃人，怎么可能吗？听到我这么说，陪姑不知道为什么哦了一声，看上去有点无所适从。传闻中的凶兽和我想象中的形象相差甚远，我犹豫半晌，还是决定坦诚一些，把我的情况都告诉他。其实我体内封印着一样东西，我是上古血脉家族的传人。我知道，陪姑说是一把剑。是呀，我又有些好奇了，你能感觉到吗？陪姑，这不奇怪，四海学院的妖怪应该都知道我是特殊家族来的，也能感觉到我体内的封印，只是不能像陪姑这样精确地说出封印了什么。我又继续说，其实我也不叫夏灵，夏灵是化名，我本命叫公孙灵。陪姑顿住了，接着他好像联想到了什么，公孙，对呀，我点头，并没注意到他有点奇怪的反应。你知道以前人间有一句诗吗？稀有佳人公孙氏，一舞剑气动四方。陪姑用清冽的嗓音补充完了一整句诗，安静地看着我，是这句吗？我浑身一麻，呆呆地看着他。你还会背这些？我在学人界的语言提到这个陪姑的话多了一些，也看了一些从前的古诗文，所以才来上青鸟老师的课嘛。我恍然大悟，随即又高兴起来。那我也可以教你啊，就当做你保护我的回报了。我们已经到了教学楼门口，到了午休时间，四周的同学寥寥无几，但所有妖怪在看到陪姑的一瞬间，都不约而同的大惊失色，然后转头就走。还有一些看见我了，大概是有些挣扎，却又不敢过来。很快，这块地域就只剩下我和陪姑，我们就像两颗逆着海洋的沙粒，周遭空荡荡的，如同无声的浪潮。陪姑垂下眼，你不怕我？我眨眨眼，为什么要怕你？他们所说的气息，大概是妖怪间源自血脉压制的凶煞之力，可我是人类，根本感受不到，只能看见他看起来凶巴巴的，实际上很好说话，会给我看他的笔记，会带我腾云驾雾，会帮校长驱虫，还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保护我。即便是以人类的标准来看，陪姑也是一个好人。所以我才不懂，到底是为什么家里人会让我远离陪姑？凭妈妈的眼力和爸爸的预知，不可能会相信那些奇奇怪怪的谣言，更不可能把它说成什么青面獠牙的大凶兽。我的原型，你想知道吗？我正在走神。陪姑又沉默了许久，才轻声问道：我精神一振，可以吗？陪姑点了点头，然后缓慢地摘下了头上的系带。我的目光顿在他额头的一个奇异纹路，纹路是一只墨黑巨兽，神俊威严，嘴里含着一颗血红宝珠，透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凶戾气息。我，麒麟。陪姑犹豫片刻，点了点头。我话都说不清楚了，那你不是瑞兽吗？传言也太离谱了吧。我父亲是墨麒麟，从小被拐去了魔界，不得不以恶念和煞气为食，产生了异变。陪姑说，所以我也和他一样，会不自觉吸收一些这样的凶煞之气。现在6界基本都和谐统一，听说魔界也开始创办学校，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外派交换生，但想来那里发展最慢，肯定条件也非常恶劣。这个故事匪夷所思，我听起来却觉得有点心疼。那你爸爸和你都好惨，吃都没得吃。陪姑继续说，他把魔界的这些东西都吃完了，魔界也被他净化了，魔们很高兴，就推举他当上了魔界之主。打扰了，原来不是小可怜，是爽文男主升级流剧本，我消化不了这么多，所以那些东西就凝成了这颗珠子。陪姑指了指眉心麒麟口中的殷红宝珠，哪怕我系了发带，还是会散发出气息，他们就会害怕，就好像黑暗中明明什么都没有，但直面黑暗本身就是一种恐惧。我之所以能屏蔽这种气息，我猜想和我体内的剑有关。我一听又开始心疼了，吃这些很不好受吧？我忽然联想起不久前自己拉住他的手，体会到的暖洋洋的感觉，顿时明白了什么。校长说他的血脉对压制我的封印有奇效，这哪里是压制呀？这不就是吸收我体内外泄的狂暴力量吗？我顿时愧疚不已，刚要道歉，陪姑却摇了摇头，虽然暂时没消化完，但很好吃。说完，他还努力描述了一下，有的像食堂里的红烧肉，有的像白灼。我体内的那些，抱歉，那些太香了，我忍不住先消化完了。提到这个，陪姑好像有点慌乱，但很快又冷静下来。你需要我还回去吗？我睁大眼睛，连忙摆手，不用，但我还是好奇，于是看着他小声问道，那些气息是什么味道呢？
香草冰淇淋，裴姑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我母亲给我带过一次香草冰淇淋，这是人界的食物。六界开放是最近的事情，魔界和妖界以前倒是互通，但人界一直封闭。裴姑的妈妈怎么可能给她带人界的食物？”我茫然了，你的母亲是人类吗？但就算是人类，也不可能随随便便通行于人界和妖界啊。